我好像天生就是做护士的，我原来不意识到，高考的时候呢，1分之差。1分之差是医生和护士的区别，当时就特懊恼。You just increase our working burden， 那种质问的口气，当时让我就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就是真是控制不住。我对这个医疗系统还是有信心。我当初呢是以那个我家先生我爱人的名义移民的，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话。技术移民是中国移民的主流。我在国内也做得比较好了，我就已经做了3年的护士长工作了。别人都说你为什么要去移民呢？从头开始那多苦啊！我们这个工作已经不错了，但是呢，你总得为家庭着想嘛。911之后呢，就是它这个整个 IT 的行业整个就下滑，他就失去工作了。我呢一直就是从这边学英语开始，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去考护士。其实我爱人就比较辛苦，他做过给餐馆洗菜，他做过给那个洗衣厂的那个扫锅炉，他还做过生产线上的工人，就是一直坚持呢支持我到我是03年考上护士的。那么考上护士之后呢，他又回到 BCIT 去读了2年。那么我们2个人一直就是一个读书供另一个。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呢，就是差1分，如果我有多那1分的话，我会进入那个中医药大学的医疗专业。那么少1分呢，我就进护理专业。但是阴差阳错，好多事情你就是得相信命运，相信缘分吧。反而是落差大的是我爱人。我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1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91年大学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学校就是大学还包分配，我是那个教委直接就分到医大医院的。当时呢，护理部主任那个张文宁老师呢说，这种大医院它是一个省级的大学医院，是3甲医院。那么他说的，你对我们来说的就是已经是比较高端的护理人才了，你应该上最艰苦的科室去锻炼。所以呢，我就是当年就去的是心血管内科。那么我从那个冠心病监护病房做起，然后做整个各种心脏病的大病房。98年底，我获得当那个作为护士长，管那个心血管2病房。那么和我们博士生导师呢，就是合作，管理一个真正的大病房。对国内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国内的大型的3甲医院这种超负荷的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到加拿大之后呢，我的第1份工作呢，也是心血管内科的。我拿到的面试是 Burnaby Hospital 的 Cardiac Telemetry， 就是随系，他们专门就是做心电监护病房，每一个病人呢都会佩戴一个心电监护的盒子。就是说我国内的这些知识，医疗护理的知识呢，就是都没有浪费，就是比较接洽应用上。我的移民纸上呢，就是他没写护士，他就写的是 New Worker。我是觉得很奇怪，我就说为什么是 New Worker 呢？我是护士啊。他说在北美吧，在没有经过专业机构的认证之前，你不可以称你自己是护士。我们就到这边来之后呢，第一件事呢就去注册护士协会，然后要一个整体评估表。那么他会要你的国内的学历、国内的资历。他说我其他的科室都够，但是我没有精神护理的。当初在上国内的大学的时候，确实没有精神护理，那么我就等于在这边又修的精神护理。你按照他认证的要求一步一步走，但是关键呢还是英语，你的语言能力和你的工作经历经验，在你处理病人有状况的时候，就是你不慌。而且这边的护理和国内的护理呢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国内呢就是说你护士我只是去值班，那么病房随时有医生，病人是有情况的，你随时可以拽医生过来解决问题。这边呢病房基本上很少能看到医生，医生呢一般都是听班制，有什么事情的话，一般护士会先打电话。那么你整个处理病情的话呢，有一个 protocol， 护士能按照他的 protocol， 如果先处理打针发药，或是你必须得有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能力，就是你自己有判断力，然后你什么情况下需要给医生打电话，甚至电话中医生给你的医嘱你觉着不对的话，你必须得以你的专业的常识，你说我不觉着这样对，我们能不能这样。所以呢他对护士的那种 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就是比国内要求的当护士的时候要求的要高很多。我在我工作的头1-2年吧，一直是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必须得放下姿态，勤学好问，
不懂就是不懂，你不能做蛮式的那种一个真正面对自己学习成长的过程。那我自己呢，其实在国内学习英语的一直就没间断，甚至呢我们医院呢送我去那个北欧去都学习3个月。那么我是代表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和外科总护士长去的，所以呢当时认为自己英语还行，但是到这边真正交流的话，那北美的英语和北美的思维方式呢，其实是我比较头疼的一部分。国内呢就是所谓病人教育，那你就是说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怎么做。那么我在病房的时候呢，我就会碰到病人，那病人直接跟我说，他说柯菲，你不是我妈妈，你不应该告诉我，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他会直接非常直接的就这样。那你就得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知道他是需要什么的，你能帮他做什么。我觉着我的医学术语还可以，但是都是书本知识。我觉着我的日常绘画还可以，也都是在国内书本上学来的。所以呢，到这边之后呢，刚上班的时候呢，其实有的病人说的俚语我真就不懂，我就是比较耐心细心的和他学习。刚上班不到半年左右吧，有些事情呢大概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呢我不能完全确信。那么我按照我的性格，我会去问其他的专业人员。有一次有个小问题，很小的一个问题，我就去问我一个同事，是一个黑人同事，他就当时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心情那么不好，他当时就突然发火。他不但发火了，然后那天正好我们的那个护理的 manager 从病房走进来，然后他就发火，他直接冲着我们 manager 去了。他说 Our cardiac unit is very busy place. Why you hire ESL nurses? You just increase our working burden. 那种质问的口气，当时让我就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就是真是控制不住，就是想我只是问你一个很小的问题，你至于就是这样。要是现在呢，即使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会直接表达我的不满。但当时就是因为刚来嘛，人生地不熟，也就是心情还有恐惧，有焦虑，有各种不适，就是控制不住眼泪，就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那还好呢，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新人同事，他就特别好，他跟我说，他说柯菲，你对自己太 hard 了。我跟你工作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的 cardiac nurse， 你的那个 knowledge 储备特别强，你对病人的感觉，我有的时候就觉着你都有那个第6 science， 有的时候觉着你说的，回头想你说的非常对。英语呢现在是一个提高的阶段，他说也不是你的错，你很努力了。后来那护士长也安慰我。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心律失常的药，我记得是可达龙，叫艾米阿德荣，每一个原因你都得张大嘴去发出来，就连串说出来了，人家就会认为听不懂。工作半年之后，在我这个同事的指点下，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触，我就感觉这个赵和平时说话不一样，中间有一段时间甚至感觉疼痛。等你真正把那英语发标准了之后呢，这些不适的症状才逐渐的就不一样了。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的科室是国家重点科室，他的医生呢都是硕士博士。因为我是一直在国内，就是在监护病房嘛。心电图我能看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心梗了，那么他心梗呢是前壁心梗、后壁心梗，还是一个侧壁心梗，我通过心电图我可以看到这种程度。但是其实这边的护士他们的训练好像还没到我这么疯狂的地步。我记得我那个护士叫 John， 哎呦，他说你真是很厉害。比如拿了这个心电图，我说哦不对，尤其他心率慢的时候，他可能有下壁心梗的可能性，就是能及时通知医生吧。这些方面的知识，当时对我来说真是把那个国内的专业用得非常好。所以那个护士说我特别羡慕你这种心电。其实第6感觉在工作时间长的这种护士，你看着他睡觉过程中，他的呼吸啊、心跳啊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能比较快的 notice。再一个呢，就比如是这边的心电监护呢，他的心电图发生变化的时候，一开始的缓慢变化，可能其他的护士在没意识到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是先看到了，那么我会提醒，我觉着他不对。总而言之是具体经验来的。因为国内医生就在旁边嘛，而且那些医生就他不停的在给你讲这个弊怎么了，那个弊怎么了，什么情况，什么，你真是在他们身边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你的那种知识就是真是印在脑子里边的啊。我拿到这份工作之前呢，因为我发音也不是那么准，
然后呢，那人家肯定是怀疑态度。他说你其他面试都可以了，但是我送你去一个那个心电图的一个学习班，你要是能通过，我就把这份工作给你。我上了这个课之后，我当时拿的是 top， 成绩拿的是 top， 因为这些心电图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只是说熟悉一下英语。国内这个经历啊，我觉着对我是特别大的帮助，所以无论如何，我是特别感谢国内这些老教师、老教授，包括我们原来的老护士长，就是张美玲老师，国内的10年这个经验，帮助我做这边的护士，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吧。因为有强大的心内科的背景嘛，所以呢，最开始呢是拿到的心内科的工作，但是当初呢是一个临时，就是 casual， 这边是一个护士退休了才能有你的位置。如果我拿不到这个位置呢，就是一直做临时工，就是 on call 就是说你今天有班，明天没班，你的休息呢可能得不到保证。04年的1、2月份吧，到05年的年底呢，基本都在 ICU 做。后来呢 ICU 呢就是开了一个特殊的病房，叫 Weaning Unit， 说 Burnaby Hospital 单独开了这么一个就是面向全省的这么一个病房。那么在这个病房呢，一直在跟 ICU 一起做，我们相互搭伴、相互 support， 这些过程中一直都在做。因为你的心电图的知识在这儿，你的用药的知识在这儿，但是我自己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胃肠道紊乱了，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跟我一起做的是个中国护士，那个 RCH 就是皇家哥伦比亚总医院，他说他们在招透析室护士，他们不值夜班，我就要去了，你要不要去？就跟他去了Royal Columbia Hospital， 就是这个透析室呢，就是从这块开始做起的。那么这期间呢，又从 Royal Columbia Hospital， 因为家里搬到 Surrey 了嘛，然后又把工作调到 Surrey Memorial 的透析室，然后呢，离家越来越近的话，那附近的就是Community 的 Dialysis Unit，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觉着在这边做工作还是非常得心应手，和你在病房做不一样，就是说你的病人总是新的。现在呢，病人就是有好多慢性病人，我知道他们多少年，他也知道我多少年。平时呢，除了给他做治疗之外呢，就是有很多聊天，跟家人一样。目前对我来说，就是跟着患者，去聊天，去学习人生，去学习文化，去学习各种家庭关系啊，孩子成长啊。我自己就觉得特别 lucky 吧。这个工作的一步步呢，实质上是我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孩子成长的过程，是跟病人这个关系，把我的人生带到一个趋于完满的一个过程吧。因为在国内呢是没有在透析室做过，而且我从国内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国内的血液透析呢非常昂贵。我在内科当护士长，那我在心内科，我们医院非常大，就内科就有8个到10个科室。那么肾病科呢，我记得是内8，他那个病人如果到尿毒症晚期的话，他会有各种酮症酸中毒，它有各种水肿，就是病人的状态看着也就是各种贫血。那么他的状态就是脸的颜色，然后那个身上的气味。那个病房呢，其实是我一个就是比较害怕的病房。我一到那块的话，因为你看着这种病人的状态特别不好，你的心情就是很不好。那时候呢，我记得那个好像医大呢刚送过。也送过1、2个护士到卡尔加里去学习这边的透析，但是呢，那边呢还是透不起。血液透析呢，这么说吧，是一个人工肾，如果肾脏不能正常呢过滤你的血液，那你容易贫血，你容易有那个高尿酸血症，你容易有那个就是高钾，那个钾离子排不出去的话，引起心脏骤停，有各种症状是导致病人死亡的原因。我刚上透析室的时候呢，他们说的病人的预期的生存年限是5年。但是呢，因为这几年呢，机器也有更大的改进。我觉着欧洲呢，意大利德国这些机器做的特别好，它就根据病人的这个状况，机器本身设计也特别好。然后呢，它给病人用，比如你贫血，给你用那个除血红素，给你用铁剂，然后你专门有营养师给你调节你身体钾钠钙缺什么东西，然后及时调整药物，调整补充。所以现在的病人的生存率呢，就好像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就是靠透析，可能还有靠肾移植就可以这样。那么我们人生一共有多少个10年、20年、30年呢？就说国外如果他的寿命比较长的话，那就是很多人就是这种带病生存，但是呢有医疗各种保障，能生存比较长的。
病人上了机器了，我在做其他笔录的时候，我就没有事情了，病人也没事的时候，我可以就跟病人可以就是个聊天，哪怕你让病人上机器，你也说 How are you？ 我们会说今天的天气呀，他看了什么球赛呀，都是可以了解生活。然后他会问你怎么样啊？因为时间长了嘛，他会问你家孩子怎么样啊？天气这么热，你们家有没有空调啊？电视你看了什么电视剧？都可以随便聊天的，并不是说你跟病人走的有多近。这边因为他的护士的一个叫 ethical， 就是说他有个职业操守，职业操守呢，他不允许你跟病人就是私下有什么金钱关系，或是就是说你那个人走动关系。真正的专业人员是要keep professional distance。这边病人也没有那个概念，他就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平等交流，包括我们在工作中的交流也是平等交流，一种问候，一种表示友好，然后一种给予他对生活的希望，让我们做我们自己觉着自豪的事情。普及一个知识吧，就是大量的肾病病人呢，现在是老年人为主。那么老年人呢，就是常年的高血压，常年的糖尿病，他的肾脏呢其实是一个很精细的血管组织，尿液呢都是通过血管过滤，产生的尿液把那个毒素排出体外的。那么这个肾脏的功能，你在常年高血压那个血管壁受的损伤，和常年糖尿病那个血糖不平衡，然后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呢，它就一般都得30几年以上的，那么它逐渐肾功能会衰竭。这个病人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 bartender， 就是说酒吧的一个侍员。那么他常年喝啤酒，那他就有个啤酒肚，那他就身体特别胖。那他的胖了之后呢，也许是他经过了其他的减肥方式没有找到合适方式，就到美国去找了一个美国的医生，那做的是叫肠减容手术。当时美国的医生的理念就是说，他说你看你这么胖，一定是你的胃肠吸收功能好，那么我把你的肠子割了一段，那么你就不吸收那么多的东西了，你就逐渐能瘦下来了，你就不吸收那么好了。但是呢，其实呢，在后来的科学研究中呢，在经历了大量病人真正肾衰的过程中呢，那么他意识到这种肠减容手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实质你的肠道是帮助你的肾脏排出大量水分，肾脏排出很多毒素。那么你的肠道如果减容的话，就是它只能排出 certain amount， 就是只能排出少量的，那你这个肾脏呢就有更大的负担，那么你的就可能肾衰竭。后来他跟我说呢，他自打做了这手术之后就从来没有感觉好过。后来美国有一专门研究机构就说这些肠减容手术喊停了，因为做了这个手术的逐渐都会走向肾衰。这些许多具体病例吧，起码我跟孩子说，我说呢，珍惜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如果在他健康的情况下呢，能不要去掉一定不要去掉。我爸爸前一阵做的阑尾炎手术，那是必须做掉的。阑尾炎本身是小，但是呢，如果它发炎了之后，整个肠道发炎的话是比较危险的。这些珍惜生命的这些课程呢，实质上，通过你跟病人交流的过程中，一直是在学习这个过程，让你可以帮周围的朋友出点主意啊。让我的朋友，比如家里有老人有中风了，需要具体怎么走哪一步程序，还有像我妈妈一样老年痴呆了，那么具体能去找什么样的机构去帮助他。我出来的那些年代 ICU 的硬件呢也和国外欧洲啊和北美啊越来越相近了。医生护士你看在经过大量的病人磨练下呢，那医生护士的那个工作水准也是很高的。但是呢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呢应该是人文方面的吧。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认可要出来的一个原因吧，患者的费用问题。这边做 ICU 的话，你是知道他加拿大全民医保，你不管花多少钱，你是完全免费的。你出院之后，不管多大的抢救，你不会为账单发愁的。起码我在国内心血管做护士长的时候吧，病人做了心脏的支架手术，或是做各种手术，那么后边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催款的单位，不停的说你这钱花到什么程度了，你赶快得去拿钱了，你不拿钱我不能做下一个手术。这边呢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国内也越来越好了，但是我知道起码我公公婆婆在国内住院，自己患者个人还是要花很大一部分。再一个国内的那个医疗资源呢
分布呢可能没有这边均匀。这边你看整个加拿大是一个全加拿大性质的，你只要住 ICU 住院的话，你费用是全免的。那国内的话，可能像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深圳这些大城市的医疗保障能好一点，在小城市的话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然后呢 ICU 呢可能也是在大城市有，小城市的 ICU 我估计也起不到那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就是从资源分配这方面可能是这边有一定不一样吧。再一个人文管理呢，因为在国内的 ICU 也做过，基本上就是医生和护士跟病人和家属打交道。那么病人没钱的时候，医生心里再难受，你也没有办法替他交钱。然后呢，那有的时候就看到有些达不到的事情，就非常可惜。这边的你像我在 ICU， 他不光有医生有护士，有专门的呼吸治疗师叫 respiratory therapist， 他呢专门管呼吸机的上下和高浓度给氧。普通护士呢可能只能给10升以下的氧，就是面罩给氧也好，那个经鼻给氧也好，护士能做到一个程度。但是如果就是需要高度给氧的情况下呢，那么就是有专业人员，有呼吸治疗师他去负责。然后呢，那给病人上下呼吸机的话，是呼吸治疗师和麻醉师。上呼吸机的时候必须得在病人失去知觉的时候做。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因为出来这么多年了嘛，我觉着有没有专门的呼吸治疗师，这边还配备营养师，就是说你采血之后他的血红蛋白或者什么东西缺失，铁缺失的话，营养师分析之后他给铁剂。然后呢他这边呢还有 social worker 其实在 ICU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在这边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这边患者也不用要交钱，为什么要 social worker 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住院，即使他不花任何钱，就是他家里不用掏出钱来，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他们家的 breadwinner 他是他们家挣钱的主要的人物，那么也许他外父要是不工作，他又得了重病，你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呢，那social worker呢就能很快帮他找到怎么样能申请紧急的医疗救助那个 EI。 这些情况下的话呢，他专门有一个机构。那么在 ICU 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重症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么死亡发生性就可能比其他的病房要高。那么如果病人死亡了之后呢，因为 ICU 呢很多都是突然发病，那突然就是意外去世了，那么病人家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这种情况下呢，就得专门有一个人 guidance， 就是说这些都是人文的东西，就是 guidance 家属说的你应该做哪些。比如是说他一看他的抢救已经到一个他觉着怎么抢救也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了，他可能得要做 hospice 了，就是做那种临终关怀院或者临终关怀科。那么都是这个 social worker 呢会跟家属说的你需要下一步怎么做，或是呢这病人可能死亡了，怎么样联系那 funeral service， 怎么样联系那个 spiritual service。 他可能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他怎么去联系一个这个宗教信仰的人？就是说 social worker 呢是一个非常专业，他的知识特别全面，而且他那个资源储备特别全面的人。那么这个是一个 ICU 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就觉着越是 ICU 急诊室越需要他们，包括我们肾内就是透析室都需要。因为透析室这些病人他也是随时有的病人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不能工作了，或是去工作了，就是或是要填一些具体的申请福利的表格，这些都是由 social worker 帮助的。所以这些资源呢，我觉着应该是和国内不一样的地方吧。在这边工作这么多年呢，这边的那个医疗辅助人员分科特别精细。那么它可以有 physiotherapist， 它这边呢就是说不是让你总卧床休息，比如你做完手术，它的目的让你回家你也一定能活动，不能回家就躺在床上。所以呢有 physiotherapist， 有 occupational therapist。occupational therapist 呢是这样，他评估你如果回家你能不能独立生活，或是你的家人能不能独立生活。如果都不能独立生活，他也不能给你撵出医院，他会给你联系下一步康复院。有的老人就突然比如失去老伴了，他自己又不能照顾自己了，就是按照那轻重缓急去联系公立养老院。就是有各种这种都是经过 social worker 和 occupational therapist 的那个联系的。那么养老院呢，他们还有叫 recreation therapist， 就是说领着老人做各种活动，做各种手工啊，就还有然后呢还有 speech therapist， 中风病人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不能说话了，吞咽有问题，那么他专门有这方面专家就
就是帮助你是从流食开始，然后那个半软食做那个 swallow test， 你吃这个饮食，它和你一起在那个 X 光下吞备餐，然后看你具体怎么到哪步，怎么恢复，能吃什么饮食能让你逐渐恢复，分科特别特别的细。所以呢，它总体来说呢，就是让你恢复成一个能回家独立生活的人。如果回不了家，那么就是去寻找社会资源的人。国内这个综合大型这种大医院的护士工作压力其实非常大。我出来之前，那个病房两边都是加满床的，恨不得加到门口，加到外门口的。这边原则上是不让加床，所以这边慢是有慢的原因。出院一个病人，你才能进一个。护士对病人的比例是固定的，一个是保障护士的健康水平，再一个呢，保证病人的安全。因为你一个护士如果对太多的病人，可能因为你太忙忽视掉一个病人的病情，所以呢，这边工作强度上来说呢，这边是可控的。国内有的时候应该是不可控的，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当护士长那时候，那么深更半夜，如果出现情况了，那个科里缺什么少什么东西，我都可能打车去医院去处置这事儿。这边没有，这边呢，包括护士长这个层次的。护士长下班了之后，绝对不管上班的任何一点事情，你需要休息的时间就是休息。那么，有当班的，有值班的、听班的护士长，那有什么事儿呢？经过他处理，然后第2天或第3天再找谁处理。我要是上班，我认真对待我这病人，我下班的时候，他是要求你下班是一个脱离状态，你跟单位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从这方面呢，我是特别特别喜欢这边的，就是整体的医疗护理环境啊。下班要接单位的电话或者通知去加班吗？有，但是你有选择，你想去是 double pay， 你不想去，你就可以呀。这边完全是个人选择，除非他是那样。前一段时间呢，因为山火问题呢，就是省他这个专门有个山火布置局呢，他会问你，争取你个人意见。万一山火烧到某一个地区，透析的病人需要紧急转移到某个程度，然后呢，护士又不够，你同意不同意你去支援？完全是自愿的啊！我记得我好像还签了，他说你最多能支援多长时间？我说夏天我支援1周应该没问题，我不想支援1周以上。从医疗系统本身的就是整改呀，各方面能加强手术啊。现在是除了大医院的正常排队的话，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付钱给外省，甚至付钱给美国，有一些可能是次紧急，但没有特别紧急，但是还需要在定期做手术的这种医疗系统，也叫 BC Guideline， 会安排一个统一的。我印象我怀孕生我家女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妊娠的一个并发症吧，子宫那个胎盘前置，一旦出危险的话呢是非常危险的，也不年轻了，40岁有的她这个婴儿如果她在20周以前分娩，它最大的几率就是如果他想存活，他必须在一个非常特制的一个保温箱里，就是婴幼儿的保温箱里。但是呢，碧溪省呢，起码在Lower Mainland， 当时呢说 Lower Mainland 呢只有圣保罗的医院、儿童医院、温哥华总医院、Columbia Hospital 4所医院，就是4所医院有这个能力，小婴儿的保温箱能挽救他们的生命。第一次出血的时候，他说的要是如果在20周左右，那么我只能住这3所医院，哪所医院呢？就是 BC Guideline 去调解，哪所医院有空才能到哪儿。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出血了之后呢，他这么一调解之后呢，我就直接去的儿童医院嘛。如果这4所医院都满床，这个病人还急需要的情况下，他就可能派那个直升飞机给你送到either 阿尔伯塔，甚至是那个他们说美国的至少朋友的朋友有送到阿尔伯塔去生，就是紧急生孩子，就是因为这保温箱的问题，还有送到美国那个 Bellingham。 所以呢，这种紧急真正的紧急需要紧急医疗，在这个医疗系统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一定会去做。这一点呢，我对这个医疗系统还是有信心。但是那种慢的病等待，我也特别理解的心情。你如果在加拿大待时间长了的话，你知道这个情况下，那么instead of 焦虑，那么就是找和家庭医生和医院呢尽量沟通。我觉着是相信医院，然后能做到最好。我女儿小时候在托儿所，有时候有一次玩的特别困，有点 overwhelm 了，然后就在饭桌上睡着了。那个老师呢就是经验不足，捅了他一下他没醒，捅了他一下没醒，就是当时就叫 ambulance 了。他们给我打电话，他说 Your daughter at daycare have something loss of consciousness。 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就突然就是失去知觉了，然后我就
跟单位紧急请假，开车直接奔。我说你送到哪个医院？他说送 Pisach Hospital。那么我就上 Pisach Hospital 去了。但是那孩子就醒了懵懵的，围了一堆医生，然后一顿问，又做了心电，做了脑电，做了好多。后来儿科医生又跟踪了，完全是体力不支，他那个睡着了，没有其他的，就都没有问题。大概是1-2周之后呢，我会接到救护车的账单。这种账单呢，大概是80-90块钱吧。我觉着个人也有能力付，但是呢，像我们因为护士这个工作也福利也蛮好的嘛，有额外医疗保险，那你就是把它交到额外医疗保险，他就给你报销了。从事护士这个工作呢，其实特别自豪的，对我来说，能够帮助家人，能够帮助朋友，帮助病人，用我自己的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助他们，让你的生活呢也觉得特别的有意义。真的，人生的意义其实是在很大程度呢，是你能够有力量、有余力去帮助别人。那么这个护士工作让我感觉特别有力量，真的。张梦玲老师，我真是很想他。要是说国内谁要是能帮我把这个问候带给他，哎，这么多年的鼓励，一直记在心上，真的一直记在心上。我从来没有换英文名字，我叫任科菲，其他护士他们都叫我科菲。I say I never change my English name, no, never change my Chinese name。我就觉得我这名字很好记嘛，因为其他人一个是可能不想留下中国烙印。再一个呢，也许是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名字就是对外国人来说比较绕口，那与其让人家绕口，就不如改一个英文名，是吧？我这名字叫科菲，他们就管我叫科菲，因为我们叫科菲嘛，在中国是平音，那么这边就叫科菲。患者就说这科菲呢实质上是法文中的 coffee 的意思。其实我在国内都不喝咖啡的，然后来了加拿大之后呢，因为我这个名字呢，我就学会了各种咖啡味儿。患者有时候跟你开玩笑，同事跟你开玩笑，今天管我叫 cappuccino， 各种咖啡的名字就是都来了，所以我就没改名字，一直这么多年一直用自己的名字。